你在曹操逃亡途中摆摊算卦，本想靠忽悠加入曹操阵营博取锦绣前程，却不料曹操这个狗贼算卦不给钱，你顿时就不爽了，伸手拦住曹操。我的卦金呢？50文。你这厮算命不准如何要得的卦金，曹操还要抵赖？好你个曹孟德，身负通缉还想赖账？你冷笑一声，猛地抓住他的胳膊。既然你不给，那卦金我就自己去取。官爷报官，通缉犯曹操在这里，不能刺杀董太师失败的那个。快来抓人啊！曹操一听，心直接凉了半截，他脑子飞速旋转，自己跟这算命的素不相识，他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连小明都知道，这上可没写这些，难道真是世外高人，还是董卓派来的追兵？在曹操惊异不定时，几个官差已经冲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把曹操摁住。你则一脸平静地跟在旁边，准备去衙门领赏金。路上，你还故意凑到曹操耳边，压低声音，笑得带着几分戏谑。看我怎么应对。你不给瓜金，我直接拿赏金，一个道理。搞了半天，这家伙真是为了50文钱就为50文，至于吗？但也正因如此，曹操反而松了口气。看你这副看重钱财的模样，应该不是董卓的人，不然抓到他，早该押回洛阳领万户侯的赏赐了。怎么会交给一个小小的县令？想到这里，趁着官差进门禀报的空档，曹操赶紧对你低声说：“壮士，我真不是曹操，那卦金就在我怀里，你自取便是。还请壮士等下在县令面前为我美言几句。”不愧是你，能屈能伸曹孟德。你也不客气，直接伸手从他怀里掏出50文钱，揣进自己兜里，然后嘿嘿一笑。都这时候了还不承认？行吧，不过帮你做伪证，那可不行。万一县令老爷治我的罪怎么办？顾全自身总不能连累旁人，这道理你懂的吧？曹操一张脸气得铁青，顾全自身总不能连累旁人，这话怎么这么耳熟？他想起来了，当年和袁绍一起偷新娘子，袁绍被荆棘挂住，他就是这么冲着追兵大喊贼人在此，把袁绍吓得魂飞魄散才逃出升天。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真是世事轮回。曹老板彻底没了脾气。就在曹操心如死灰，以为自己今天必死无疑时，你的声音却像惊雷，直接震进了他的脑海里。既然挂金给了，我也不害你性命。等下见了县令，别慌，一口咬死你不是曹操。等到私下审问时，拿出你的气魄，把刺杀董卓的理由说出来，不仅没性命之忧，还能白捡一个顶级谋士。另外再送你一句，晚上要是听到磨刀声，别瞎猜，人家可能只是杀猪款待你，不会死。曹操猛地一震，绝望的眼神里瞬间燃起了求生的火焰，以至于你后面的话他都没太听清，满脑子都是不会死和顶级谋士。他正想再问，一回头却发现你已经跟官差打了个招呼，溜溜达达的走出了县衙，人走了，声音是怎么传到我耳朵里的？而且周围的官差竟然跟聋了一样毫无反应。曹操彻底懵了。等他被带到公堂，惊堂木一拍，县令厉声喝问：“丞相何人？”我不是曹操几乎是脱口而出，这已经成了他的肌肉记忆。那县令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居然一挥手说了句让曹操心中一喜的话，倒是有几分相像。对，我不是曹操，我父姓黄甫，只是个路过的商人。曹操连忙给自己套上马甲，谁知县令却冷笑一声，先把此人关入大牢。曹操就这么被插了出去，直接扔进了牢房。但他心里却越来越气，这县令既没有把他押送洛阳，也没有对他用刑，反而像是在帮他遮掩。难道那个先生说的是真的？曹操在牢里躺到半夜，牢门突然打开，有人将他带到县衙后院，解了枷锁，然后转身就走。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后响起，正是白天的县令。曹操，你好大的胆子！我说了，我不是曹操。曹操还在嘴硬。县令笑了，别装了，去年我上洛阳求官，见过你。曹操没话了，只能沉默。县令接着说，你不认也行，我这就把你押解到董太师府上，是与不是自然分晓。一听要去见董卓，曹操脸色大变，终于豁出去了。好，我就是曹操，你想怎样？那县令见他承认，反而缓和了语气，我只问你，为何要刺杀董卓？董贼秽乱宫廷，擅行废立，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我是汉禄，岂能坐视不管？曹操说的慷慨激昂，正气凛然。县令听完，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我若放了你，你欲往何处？所谓何事？曹操毫不犹豫地答道：回归故里，散尽家财，发矫诏号召天下诸侯，共讨董贼。我与袁绍乃是发小，他必响应我。好，县令拍案而起，我陈宫愿弃此县令不做，追随明公，共图大事。曹操当场就懵了，差点感动到哭出来。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太刺激了。另一边，曹操和陈宫正在上演生死大逃亡，而你正坐在酒楼里啃着鸡腿，满嘴流油。就在这时，一连串系统提示音在你脑海里炸开。丁，恭喜宿主完成第一卦，修为增加。丁，宿主改变曹操，陈宫命数，获得强运值100点。丁，宿主改变吕伯奢一家命数，获得强运值200点。丁，当前强运值总计400点。系统商城已开启，抽奖功能已开启。来了，你差点把鸡腿扔了。修为增加的感觉很奇妙，一股暖流在体内游走，疲劳一扫而空，整个人神清气爽，气质都变得更有世外高人的风范。你立刻点开系统商城，眼睛都直了，里面全是好东西，各种丹药、法器，甚至还有金条，1根百克金条，只要1点强运值。乖乖，我现在有400根金条了。你差点笑出声，发了，这下是真发了。就在这时，一个打折的卷轴引起了你的注意，名将卷轴，典韦，上面标注了典韦的实时位置和状态，倒计时只剩3天，所以打了2折，刚好400点。卷轴上还有一行小字备注：小心点，这家伙刚杀了人，不愧是古之恶来。你盘算了一下，自己要苟到天下一统，身边没个保镖确实不安全。典韦，三国第一保镖，这买卖不亏，买了。你一咬牙兑换了卷轴，结果下一秒，你当场就想给自己一巴掌。卷轴信息显示，典韦所在地中牟县。糟了，你连声抱怨，系统你这是坑我啊！他就在中牟县，你用铁口直断，迟早能算到。花这400点不是实实在在的亏了吗？你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碰这坑爹的卷轴了。但钱都花了，人必须弄到手。你吃饱喝足，立刻出摊。卷轴的效果
还在。现在你撞见典韦的概率是100%，于是你干脆找了个犄角旮旯，把摊子一摆，颇有几分姜太公钓鱼的味道。没过多久，一座肉山就撞进了你的视野。那男人身高近2米，浑身肌肉虬结，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神色慌张，边走边回头，显然在躲着什么人。眼看他就要从你身边路过，你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再往前走，必是死路。那巨汉猛地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你。就在这一瞬间，巷子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他脸色一变，想也不想，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稻草堆里。很快，一队官差跑了进来，在你摊位前盘问了几句，没发现异常，又匆匆离去。躲在草堆里的典韦已是惊出一身冷汗，刚才若不是你提醒，他现在已经被抓了。这个算命的怎么会知道官差要来？他还在惊疑，你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像是专门说给他听的。谢天机指引迷路君子，漏阴阳点拨九困英雄，铁口直断，不准不要钱呢。典韦不再犹豫，从稻草堆里钻了出来，走到你面前，抱拳躬身，多谢恩公搭救。你眼皮都没抬，只是伸出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壮士，可是要算卦？算，怎么算？卦金50文，不准不要钱。好，典韦很爽快，直接掏出50文钱拍在你的摊上，问前程。你再次掐指，低喝一声，铁口直断，勘破过往，运来，功法运转。你猛地睁眼，看着典韦，却连连摇头叹息，可惜，可惜啊！恩公此言何意？典韦急忙追问。你盯着他，缓缓开口，你叫典韦，陈留己无人，对也不对？对，以为有报仇，杀了恶霸，如今正被官府通缉，是也不是？恩公真是神人。典韦彻底服了。你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继续说道：天下将乱，你本该追随一代枭雄，建功立业，可惜啊，你遇人不淑，那主公行事无度，为了一己私欲，竟害得你战死沙场，壮志未酬。你说可惜不可惜？典韦听完，一张黑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老子以后跟了个行事荒唐的人，还因为他的私事被坑死了，凭什么他惹的祸要老子去死？典韦的拳头瞬间捏紧了，典韦整个人瞬间麻了。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炸毛。一想到后世提起自己就是个屈死宛城的标签，他心里那股火就蹭蹭往上冒。别人替他惋惜，哪有自己亲身经历来的憋屈？所以典韦立马就绷不住了，冲你急切地问：恩公，那我的命能改吗？你瞥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挂摊的行头，嘴上却毫不含糊：乐知天命故不忧。这话什么意思？还要我教你？这一卦算完，你该撤了。收服典韦这事儿急不得，但你也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临走前，你决定再给他下一剂猛药。你接下来要去投陈留太守张邈，对吧？可惜人家看不上你，白白浪费你好几年，然后你才会转投那个让你送命的主。虽然他重用你，可不出4年，你就得为他做的荒唐事把命搭进去，为旁人的荒唐事送命，这也配叫英雄？典韦一听，脸都黑了，粗着嗓子骂咧起来，那架势恨不得现在就把那人揪出来捶一顿。可同时，他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这恩公怎么知道我要去投张邈？天啊，难道真是世外高人？行了，你的命就看到这儿。你把箱子往背上一甩，冲他拱了拱手，路给你指明了，怎么走你自己选。记住，命不是不能改，运也不是不能逆，扭转前路就在你一念之间。说完，你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大又稳，毫不拖泥带水。典韦还愣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扭转前路，好一个扭转前路！恩公这话简直是往他天灵盖上狠狠来了一下。既然如此，那张邈我不去了，去了不就应了恩公的话，重蹈覆辙吗？想到这，典韦从怀里掏出一封推荐信，看都没看，撕拉一声，直接撕了个粉碎。那是他托朋友搞到的，现在看来就是一张催命符。可不去陈留，又能去哪？就在他犯愁的时候，一个声音毫无征兆的在你脑子里响起：喂，还不快走！官差回来了，马上就到你那儿了。恩公！典韦猛地回头，下一秒他彻底傻眼了，前后左右空空如也，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可刚刚那声音清晰的就像有人贴着他耳朵说的，这是什么手段？这当然是你的本事，系统给的密语传音，1天1次，金贵的很。对付典韦这种猛人，光靠嘴炮可不行，你就是要用这种神鬼莫测的手段，让他从心里敬你怕你，让他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果然，典韦服了，彻彻底底的服了，铁口直断，密语传音，这不是世外高人是什么？跟着这样的高人，还愁不能青史留名？典韦心里那点建功立业的小火苗，瞬间被一桶油浇成了冲天大火。村里老头说的，刘郎砍柴遇到仙人下棋，光是闻闻茶香就活了200岁，跟着恩公200年不敢想，搏个万古流芳总行吧。瞬间，他打定了主意，典韦立马收敛气息，远远的掉在你身后，悄悄跟了上去。他心里盘算着，现在自己身无分文，还背着命案，直接上去投靠，万一被拒了多尴尬，得找个机会献上投名状。于是，典韦发现你专挑荒无人烟的小路走，越走越偏。他不知道，这正是你故意给他创造的机会。你当然知道他跟着你的目标是洛阳，那里才是大舞台。但去洛阳的路上，正好把这个顶级保镖给收了。走了2天，典韦饿得前胸贴后背，但怪事发生了，每当他饿得眼冒金星时，总能捡到你故意丢下的饼子或肉干。这一下，典韦心里更是把你奉若神明。终于，机会来了，3个神色鬼祟的山贼把你给围了，就是现在！典韦不再犹豫，如猛虎下山般冲了上去。他手里那双短戟上下翻飞，只听几声惨叫，不过眨眼的功夫，3个山贼就全躺地上，解决完麻烦。典韦大步走到你面前，扑通一声单膝跪地，声如洪钟：“陈留典韦，拜见恩公，起来吧。”你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继续往前走，头也不回。前面就是洛阳，安全了，你救我一命，算报了我的指点之恩，两清了。典韦一听就急了，3步并作2步追上来，直接表明心意：“我想追随恩公，跟着我，可没什么仗给你打。”你停下脚步，看着他。典韦确定，他斩钉截铁：“功名利禄算个屁，跟着你这样的世外高人，那才是真正的大头。”行，想走随时可以走。你点点头，算是收下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在你脑海中响起：宿主改变典韦命数，获得强运值200点；曹操命数巨变，获得强运值200点；张绣命数大变，获得强运值100点。一波操作，净赚160点强运值，还白的一个典韦血赚。但紧接着又一条提示让你皱起了眉：宿主收服名将，威望加1，警告，威望超过5点将受到惩罚。糟了，差点忘了这回事，系统要你狗，自然不能让你到处收小弟。你看了一眼属性，魅力4，名声3，威望4，看来名额就剩一个了。你
你心里盘算着，带着典韦走进了虎牢关。3天后，洛阳城，你摆开了挂摊，典韦像座铁塔一样杵在旁边，等了半天，一个名人没见着，你不慌不忙，心中默念看破过往，运来。话音刚落，一个武将打扮的家伙带着几个亲兵，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来活了，你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的底细。秦一路，吕布手下那个著名的倒霉蛋。秦一路正犯嘀咕呢，今天眼皮子跳个不停，总感觉要出事。他媳妇刚接到洛阳，手都还没摸一下，就被吕布亲自上门派出来巡街。怎么想怎么不对劲，一抬头他就看到了你摊位上那面嚣张的旗子，好大的口气，你连眼皮都懒得抬，直接甩出一句铁口直断，洞察世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付这种外强中干的货色，姿态必须拿捏足了。哟呵，秦一路果然来了兴趣，怎么算？你冷哼一声，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收摊。这下秦一路急了，刚要上前拦，典韦那山一样的身板就堵在了他面前。秦一路气势顿时矮了半截，你这人怎么回事？我要算卦，你还甩脸子？你真要算？你这才斜了他一眼，慢悠悠的问，一套操作下来，你高人的范儿已经稳了？是，还请先生赐教。秦一路立马恭敬起来，算什么？姻缘？一个大老爷们突然扭捏起来，没办法，家里那位太顶了，他心里发虚，怕自己镇不住。你嗤笑一声，不是刚娶了个美人回家吗？秦一路当场愣住，这事除了吕布就没几个人知道，这算命的怎么？你没给他反应时间，继续输出。你叫秦一路，吕布手下校尉，新兴云中人，前几天还是个守城小兵，对不对？对，先生神了。秦一路直接惊了，这简直是把他扒光了看啊！可下一秒，你的脸却沉了下来。你走吧，这卦我不能算。为什么？一个守城小兵，凭什么能被吕布看上？你真以为自己天赋异禀？你声音一冷，我就是个算命的，不想惹麻烦，更不想招惹吕布。这话一出，秦一路心里咯噔一下，给我算个卦，怎么就惹到吕布了？先生慢走。秦一路急了，扑通一声就给你跪下了，带着哭腔哀求，求先生指点迷津，我出100倍卦金5000文，够你和典韦潇洒好一阵了。你这才勉为其难的转过身，指着他的头顶，也罢，你自己看看，你家中恐有变故，妻子与旁人有染，头盔银色的，错，你翻了个白眼。实不相瞒，你家中已有变故，再不处理，后患无穷。秦一路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明白了，先生这是在点我，不好。他脸色煞白，转身就要往家跑，却被你一把拉住，挂金还没给呢。再说了，现在回去，你打得过你那顶头上司？趁着事情还没闹大，赶紧想对策吧，还请先生指教。秦一路这次是彻底服了，汗如雨下，能给他戴绿帽子的上司，除了吕布还有谁？就他这小身板，回去不是送人头吗？你负手而立，高深莫测的开口，很简单，装作不知道，带上你的人到家门口大声嚷嚷，屋里的人自然就知趣溜了。不过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人贼心不死，那如何治本？休妻，你声音冰冷，如同宣判，你命里镇不住这段姻缘，留着他不仅会被世人非议，将来还有杀身之祸。秦一路的冷汗已经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乖乖付了挂金，带着一队士兵就往家冲，离老远就开始扯着嗓子大喊，我回来了。屋内正对杜氏动手动脚的吕布，一听见秦一路的声音，脸色顿时一沉，再透过窗户看到外面那群士兵，他心里也慌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以后队伍还怎么带？吕布当即从后门溜了，可他并没走远，等秦一路遣散了手下，他又黑着脸折返回来，兴师问罪，让你巡街，你跑回来干什么？秦一路看着完好无损的妻子，总算松了口气，但男人的血性也上来了，硬着头皮质问，将军命我巡街，为何却在我家中？我来看你是否忠于职守，在你家等你，不行吗？吕布一脸蛮横，眼睛还不住地往杜氏身上瞟，杜氏吓得直往秦一路身后躲，小声说，夫君，将军分明是来欺辱我的，是又如何？吕布索性撕破了脸，冲着秦一路冷笑，秦一路别不识抬举，这女人你还没碰过，让给我，我保你一个大好前程。秦一路气得浑身发抖，突然想起了什么，好啊，果然被那位小先生算中了。你连这话他都提前告诉我了。什么小先生？吕布眉头一皱，秦一路便把遇到你的事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吕布听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怀疑，这世上真有这种人，能算到我吕布今天想干什么？连我提拔秦一路的真实原因都知道。走，带我去见他。吕布收起了杀气，一把抓住秦一路。片刻之后，东市街口，吕布让秦一路躲起来，自己换了身便装，整理了一下衣冠，大步走到你的摊位前，沉声道：算卦。你抬眼一看，立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不是来算卦的，是来算账的吧？你怎么知道？吕布脱口而出，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就2个字就暴露了。我还知道你叫吕布，私事被撞破，心有不满，又怕我真有过人之能，所以假借算卦来试探我。你一边说一边招呼典韦，这种人没诚心，不接收摊。先生且慢！吕布一声大喝，把你都吓了一跳。你一回头，只见这位三国第一猛将扑通一声单膝跪在了你面前。先生，吕布服了，诚心求先生为我算个前程。吕布姿态放得极低，还从怀里掏出一大串铜钱，恭恭敬敬地放在摊位上。行吧，看你这么有诚意。你伸出手指装模作样的掐算了几下，突然哈哈大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前程似锦啊！快，赶紧回府等着，机缘稍纵即逝，加官进爵这事儿晚了可就没了。说完，你真的收了摊，带着典韦扬长而去。吕布愣在原地，反应过来后，拔腿就往自己府邸狂奔。刚到家门口，就见太师董卓的首席谋士李儒正满面春风地从他府里走出来。奉先回来的正好，李儒笑着拱手，太师已为你表奏，加封中郎将、都亭侯，神了，真是神了。吕布欣喜若狂，但随即他神色一凛，送走李儒后，立刻对自己最亲信的部下下达了死命令：快，就是把洛阳城掘地3尺，也得把那位先生给我找出来。你回到了客栈，但心里有点不对劲，秦一路和吕布的命运似乎压根就没动过，你一丁点强运值都没捞到，这不科学，怎么回事？只有一个解释，秦一路那怂货回家撞见吕布跟他老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屁都不敢放一个，你简直无语了。就算不敢跟吕布动手，带老婆走人总行吧，带不走休了他也行啊，反正天地都还没败呢。不行，不能白忙活一天。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消息，吕布的人在找你，正好你也急着找秦一路算账，你二话不说，抄起算命幡，拉上典韦就冲了出去。于是双方就在秦一路家巷子口撞了个正着。先生，吕布拜见先生。吕布一见你，那叫一个热情，满脸堆笑，差点就要给你跪了。他刚被封为中郎将、都亭侯，官运和
亨通。更让他震惊的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封赏，你竟然一口就能算出来，这简直是铁口直断。活神仙这种人物，他哪敢得罪？你心里虽然鄙视这连手下老婆都惦记的家伙，但伸手不打笑脸人。原来是吕将军，你淡淡的回了一句敢爱敢恨。吕布一听，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在嘲讽他，看见美女就敢动心思，连义父的女人都敢觊觎。你看着他，心思一转，要是能把吕布这好色的毛病给改，那不是又能赚一大笔强运值？先生说笑了，不还想请先生多多教诲？吕布姿态放得极低，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望先生赏脸，到我府上一叙。你却摇了摇头，不必了，我来找秦将军，有几句话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就在他家说吧。好好好，秦一路带路。吕布连忙陪笑，一边就要伸手来扶你，你轻轻一侧身躲开了。吕将军刚升官，理应去太师府谢恩，不必送了。你语气平淡，你的卦算完了，卦金也付了，我们之间已经两清，不明白？呵呵。吕布停下了脚步，他听出来了，你这是不想让他跟着。可吕布这人多疑，你越不让他听，他就越想听。所以前脚秦一路刚领着你和典韦进门，他后脚就一个翻身，悄无声息地跳进了院墙。猫在纸窗外偷听起来，一进屋，秦一路扑通一声就给你跪下了。先生还有何嘱咐？秦一路万死不辞，要不是你，他现在家里早已出了变故。你沉吟片刻，叹了口气，秦将军，你这祸事还没过去，你夫人是红颜祸水之命，我今日让你回家，本是想让你斩断祸根，可你既不敢与吕布为敌，又舍不得休妻，这命数自然半点未改。先生的意思是我只有休妻一条路？秦一路大惊失色，信我一句，这个妻子你留不住，最后终究是便宜了别人。你话锋一转，声音冷了下来，当然那个人不会是吕布，因为他如果再不痛改前非，最多也就剩下几年活头了。哐当，话音刚落，纸窗被人从外面一掌推开。什么人？典韦一声暴喝，一个黑影直接从窗外滚了进来，落地时顺势就是一个标准的跪姿，正是吕布。先生，求先生教我，为何我只剩下几年寿命？吕布满脸惊恐，汗如雨下。你见到是他，勃然大怒，声如寒冰，我并非为你算卦，你竟敢偷听推演内容。吕布，你真以为你勇冠三军就不用怕言行有失的后果吗？吕布直接吓傻了。就在这时，你眼神一凛，盯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道，你贸然偷听，冒犯了推演的规矩，3日之内你必会因冒犯之举心神不宁，体虚乏力。我看到时候你还如何勇冠三军？这不是吓唬他，你直接发动了铁口直断的能力。修为虽然不高，但让一个人病上几天绰绰有余。说完，你脸色冰冷，头也不回，带着典韦扬长而去。你前脚刚走，吕布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要不是秦一路和冲进来的张辽扶住，他当场就要瘫倒在地。文远，吕布死死抓住张辽的手，冷汗直流，声音都在发颤，一定要请到先生救我性命。话音未落，他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院子里乱作一团，秦一路和张辽手忙脚乱地将吕布抬走。没人注意到，在他们走后，一个身姿绰约的女子从内屋缓缓走出，长发如瀑，愁容满面，她的目光一片迷茫。吕布病倒了，当世无双的猛将因为偷听人说话，被断言冒犯了规矩，转眼间就病得站都站不起来。这事儿根本瞒不住，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了董卓耳朵里。什么？我儿到底怎么了？董卓又惊又怒，连夜带着李儒直奔吕布府邸。我儿何在？董卓一路高喊着冲进卧室，只见吕布面如金纸，躺在床上，连喝汤都得人喂。郎中，太医呢？去把宫里的太医全都叫过来。董卓暴跳如雷，旁边高顺闷声回道，太师都看过了，束手无策。太医说将军脉象并无异常，这是得了怪病。义父，床上的吕布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儿，你想说什么？董卓连忙凑过去，义父，务必要找到那位先生，只有他能救我。吕布说着，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还是不想就这么死了。好，那人是谁？长什么样？都愣着干什么？去找蛙！董卓甩着衣袖，对着周围大吼。张辽立刻带人冲了出去。这时秦一路上前一步，跪在地上，壮着胆子说道，太师，只怕先生恼怒将军冒犯之罪，不肯出手。今日先生为小人算卦，只见过将军一面，便知其名，连太师今日将为将军封赏官爵之事也尽数算中，竟如此神奇。董卓大吃一惊，扭头问吕布，我儿，果真如此？千真万确啊！义父。吕布虚弱的回应。董卓看向身后的李儒，李儒走上前，躬身道，主公义士却有过人之能，主公莫非忘了那黄巾张觉素有奇谋，此人若真有铁口直断的本事，当为主公所用。不过主公需以礼相待，方能见其真心。董卓想起当年被黄巾军支配的恐惧，立马冷静下来，态度180度大转弯。来人！他立刻下令，传令下去，全城寻找先生住处，只可探听，不许惊扰。本太师要亲自前往拜见。于是李业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响彻洛阳。而你正和典韦在客栈里分房休息，脑海中突然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宿主获得10点声望，当前声望值13点，恭喜宿主，声望达到初露锋芒，修为提升。宿主获得6点魅力值，当前魅力值10点，恭喜宿主，魅力值达到气质出尘，容貌与气质提升。瞬间你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修为长了1截，手臂和胸前的肌肤变得光滑，但肌肉线条却更加分明，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力量感。第二天一早，典韦看着换上道袍的你，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怎么一夜之间恩公好像变帅了，那气质飘飘然的，更像画里的世外高人了。你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出名了，肯定是吕布那事儿闹的。看来董卓已经知道你了，但你一点都不怵，强运值还没到手，今天继续开张。董卓知道了又如何？你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照旧带着典韦在东市街口摆摊。刚等了一炷香的功夫，一辆马车突然在摊前停下，一阵清香袭来，车窗帘子动了动，里面传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声，请问先生可否代替他人算卦？自然不能。你摇了摇头，这声音真好听，姑娘若有心，可留下地址，在下自会登门。你不是能算出别人的名字吗？女子轻笑一声，显然是听说了你的事迹，特意来试探的。就在这时，街口一阵骚动，有人大喊，西凉军来了，我要走了。车里的女子声音略显慌乱，你灵机一动，一步上前，对着车窗说道，还请姑娘赐下随身之物，在下稍晚便能找到府上。走。女子话音未落，马夫立
立刻扬鞭，一块淡蓝色的手帕从窗帘缝隙中丢了出来。帘子掀开的瞬间，你惊鸿一瞥，看到了一张纯素颜的脸，惊艳，长发如瀑，肌肤似雪，五官精致，眼神清明。你拿起手帕，上面还留有余香，一角绣着一个菜字。你嘴角一翘，果然是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你还没高兴多久，西凉军的大队人马就到了面前，直接清场，将周围百姓驱散，列成军阵。典韦立刻护在你身前，杀气腾腾地盯着那些士兵，你却好整以暇，纹丝不动。很快，又一辆华贵的多的马车驶来，一个身高近1.9米，体重至少200斤的大胖子走了下来，身边跟着一个摇着扇子的青衫文士。这位便是李业李先生吧？鄙人董卓，打扰先生清静了。董卓一见你，竟然先拱手自报家门，姿态摆得很低，你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董卓顿时有点尴尬，旁边的李儒连忙上前，先生，我家太师是特地前来，请您算卦的。算卦？你终于开口，语气淡漠，世事不可多谢，7日之内我只算5卦，来洛阳前算了2次，昨日2次，还剩最后1次，刚刚已经应了别人。说完，你就作势要收摊走人。这下董卓可急了，先生，老夫亲自前来，诚意更足，今日这一卦，不如就算在老夫名下，如何？岂有此理！你声调一高，你要我做言而无信之人，我若说话不算话，还如何铁口直断，分天下阴阳？你就是要吊他的胃口，你很清楚，对董卓这种人，你越是拿捏姿态，他越是幸运。先生留步！董卓还想阻拦，你却视若无睹，直接带着典韦往外走。西凉甲士齐刷刷看向董卓，只见他一脸郁闷，却又不敢发作。李儒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董卓眼神一凛，立刻挥手，不可为难先生，先生请慢走。董卓赶忙喊道，老夫是诚心求卦，还请先生指点一个时间，老夫可以登门拜访。你头也不回，声音远远传来，明日都亭侯府上见吧。我知道太师心急爱将的病情，此事虽是他咎由自取，但本道亦有责任，待我今夜养精蓄锐，恢复修为，自会替他驱除病邪。听到这话，董卓当场愣住了，直到你走远，他才无比震惊地对李儒说，文幽，果然如你所料，这位先生真乃神人，竟然能驱除凤仙身上的病邪。李儒摇着扇子，眼神凝重，只怕都亭侯所患的病邪也是出自此人之手啊。主公，此人绝非张角之流，我看他气质不凡，大有来头，切不可得罪。正当如此。董卓连连点头，那文幽你看，我该请他算什么好？前程还是运势？李儒眼中金光一闪，主公可还记得儒曾与您说过的废帝之事的2利1害？搞定了董卓，你心情不错，时间还早。你拍了拍典韦的肩膀，小韦子，走，今天带你去达官贵人家里改善伙食去。蔡邕是当代大儒，府邸不难找。正午时分，你俩就到了蔡府门前。典韦这个闷葫芦突然开口，公，好像有人跟着我们。董卓的人不用管，你挥挥手，毫不在意的开始叩门。门开了，一个老仆打量着你，铁口直断，前程无忧。你亮出招牌，老丈，烦劳通报，我受府上之人所托，前来算卦。很快，一个气度不凡的华服中年人走了出来，敢问可是为都亭侯算卦之人？正是。你反问道，可是蔡邕先生？正是。蔡邕点头，随即大笑，哈哈，小女鲁莽，竟劳烦先生登门，实在无礼。先生莫怪，看来你的名头已经传遍了洛阳的权贵圈子。先生，请你跟着蔡邕进了府。落座后，蔡邕摆上酒肉，笑着试探道，先生乃方外之人，不忌酒肉吗？酒肉穿肠过，道祖心中留。你淡然回应。话音刚落，屏风后突然传来一声女子的轻笑。蔡邕脸色一板，着急，贵客在此，岂能无礼？还不快出来拜见？是。一个女子轻移连步走出，正是你在马车里瞥见的那位。她见到你，又忍不住想笑，觉得你这人确实风趣。着急见过先生。蔡琰朝你行礼，你眼睛都看直了。这就是蔡文姬，果然是大美女。只是一想到她未来的凄惨遭遇，你没来由的长叹一声。先生见小女，何故发叹？蔡邕连忙问道。实不相瞒，你收敛心神，缓缓开口。方才，我曾暗中为你们父女测算过命数。你故意话说一半，先生只管直说。卦经分文不少。蔡邕立刻让人端上一盘5铢钱，你看着那盘钱，不仅没动，反而叹息声更重了。罢了，这卦经我只取50文。你终于开口，多余的还请蔡氏中留着，好生为令爱寻一处偏僻山林，早日远离这是非之地吧。先生，这是何故？蔡邕大惊，蔡昭基也懵了。父亲正受董卓器重，怎么会有兵祸加身？你迎着父女俩的目光，自顾自地说道：“这祸就起于董卓。先生名满天下，本受人敬重。可自从董卓敬重先生以来，敢问朝中那些清流之士，是否已经疏远了先生？”蔡邕想了想，沉重的点头：“正是如此，祸根便在此处。”你继续说道：“以先生的品性，将来董卓若是失势，朝中巨变，先生在隶属其罪过之时，是否依然会秉公直言，不落井下石呢？”你这话等于是在问董卓倒台后，蔡邕会不会因为董卓曾经善待过自己，而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蔡邕还没回答，一旁的蔡昭基已经用力点了点头，他太清楚了，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蔡邕还在那儿跟你摆道理，你听得有点不耐烦了。蔡先生，天下人要都跟你一样讲道理，那当然没事。你直接打断他，话锋一转，直戳要害。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脑子。我这么说吧，你将来会因为给董卓叹了口气，就被人扣上奸党的帽子，屈辱的死在牢里。你的祸就出在这张嘴上。胡说，我蔡邕顶天立地，绝不做不义之事。蔡邕气得吹胡子瞪眼，你根本懒得理他，目光像一把刀，直接扎向他身后的蔡琰。你死不死无所谓，你这点风骨害死的是你儿子，让他小小年纪没了爹，更是害了你女儿，让他在战乱里颠沛流离，最后被匈奴人抓走，受尽折磨。这怎么可能？蔡邕彻底被你激怒了。昭姬马上就要嫁到河东魏家，那可是世家大族，怎么会遭此横祸？河东魏家，你嗤笑一声，那表情仿佛在听一个天大的笑话。蔡邕心里一咯噔，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正是，先生，你没让他把废话说完，直接丢出重磅炸弹。那小子从小就是个病秧子，早就死了。魏家怕他到地底下孤单，故意瞒着消息，就等着你把女儿送过去配阴婚。他们算准了你蔡邕是个要面子的老顽固，就算知道了真相，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你守着你的道义，结果呢？你女儿连丈夫的面都没
没见过，就得当一辈子寡妇。蔡邕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当场傻眼，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会有这种事？魏家也是诗书传家，怎么干得出这么缺德的事？不可能，他不信，扯着嗓子就朝门外吼：“蔡中，你给我过来！立刻带人去魏家，必须亲眼见到魏仲道，多带几个人，在他们那儿给我打听清楚，一有消息火速回来。”是。管家蔡中领着几个家丁屁滚尿流的跑了。另一边，蔡衍听到你的话，心里却已经信了7、8分。先生的话怎么会有假？一想到魏家竟然如此恶毒，要把自己骗去守活寡，他就一阵后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只能无助地望着自己的父亲。蔡邕沉默了许久，胸膛剧烈起伏，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等着，如果魏仲道真死了，这婚事就此作罢。他魏家要是敢来纠缠，我蔡邕也不是好惹的。”听到这话，蔡衍才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紧接着他又想起了你说的另一件事，心瞬间沉入谷底，自己将来会被匈奴人抓走，那我宁可现在就死。他很清楚，落到那群野蛮人手里会是什么下场，刚在心里发了狠，准备宁死不屈，你的声音又飘了过来，仿佛能看穿他的心思。男人为节气而死，女人为贞洁而死。着急先生，你将来被抓，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你舍不得你父亲那一车的书简，你不想让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没了继承人。你话锋一转，带着几分敬佩。后来你凭记忆默写出了大部分内容，当真是名传千古的才女，我李烨佩服。什么着急？你能把我书房里的书默写出大半？蔡邕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蔡衍也懵了，呆呆地看着你，连回答都忘了。他怎么知道自己刚才确实动了求死的念头？可当他提到父亲那些典籍时，他心里那股刚烈瞬间就被刺痛和不舍取代。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自己恐怕真的舍不得死。跟文化传承比起来，个人的名节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他看你的眼神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敬畏，直到蔡邕又喊了他一声，他才猛地回过神，脸刷的一下红透了。天啊，我竟然当着父亲的面看一个男人看呆了。父亲，您说什么？他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现在就在这儿默写几卷给我看看。蔡邕沉声道。是。很快，笔墨竹简备好，蔡衍跪坐在案前，下笔如飞，字迹工整清丽。蔡邕在一旁看得连连点头，还兴奋地拉着你一起欣赏。不知不觉，天色渐晚，直到你的肚子咕噜一声叫唤，才打破了这沉醉的气氛。哎呀，抱歉，光顾着看着急墨书，竟然忘了时辰。蔡邕一拍脑门，满脸歉意。你拱了拱手，无妨，我也看入迷了。着急先生的字清丽脱俗，如同奇人。天色已晚，我也该告辞了。爷啊！蔡邕赶紧拦住你，现在洛阳宵禁，西凉军那帮兵痞子在街上巡逻，根本不讲道理。先生不如就在我这儿住下。说着，他立刻吩咐下人准备酒菜。他心里已经把你当成了真正的世外高人，女儿有这本事，他这个当爹的都不知道，你一个初次登门的反而一清二楚，这不是神机妙算是什么？再说我那仆人估计也快回来了，到时候还得请先生为我父女俩指点迷津啊。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你点点头，那就打扰了。晚饭刚吃完，管家蔡中就带着人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怎么样？蔡邕急切地问。回老爷，魏家人死活不让见姑爷，说他去宛城了，可婚期就剩半个月，他跑宛城去干嘛？而且我们的人在乡里打听到，魏家前段时间闭门谢客了7天，有人听见院子里有哭声，还看到有烧纸钱的灰飘出来。听到纸钱2个字，蔡邕啊的一声，一屁股瘫坐在席子上。下一秒，他猛地弹起来，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全身都在发抖。他气得破口大骂，那架势仿佛要把魏家祖宗18代都从坟里刨出来鞭尸。好你个河东魏家，竟敢如此欺我这就写篇檄文，把你们干的这些荒唐事昭告天下，解除婚约。蔡邕怒吼着，冲去书房写文章了。另一边，蔡衍听到消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竟然感到一丝庆幸。他下意识地朝你看来，正好对上你的目光，你冲他俏皮地眨了眨眼，那眼神仿佛在说好戏还在后头。蔡衍立刻会意，等蔡邕冲进书房后，他故意留了下来，装作还沉浸在震惊中。大堂内只剩下你和他2个人。着急先生，别高兴得太早，你率先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冷水。躲过了魏家，不代表你躲过了之后的战乱，你的命数还没真正改变。蔡衍脸色一白，急忙向你行礼求教，求先生指点，小女子该如何才能改变命运？你也不卖关子，直接给出答案。1个月内必须离开洛阳，陈留也不能去，那边很快也会打起来，你必须躲开所有战乱，才有活路。你这种从不打哑人，直接给方案的算命方式，让他深信不疑。那天下之大，何处还有安宁之地？他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把你给问住了。东汉末年，整个中原就是一锅沸腾的血粥，哪有太平地方？见你摇头，蔡衍的眼神瞬间暗淡下去。难道我的命真的改不了吗？他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想护着父亲的心血，找个安身的地方，就这么难吗？中原这盘棋已经乱了，用不了多久，整个洛阳都会变成一片火海，我也会走。你叹了口气，我也只能随波逐流，趋吉避凶。没想到你这句无奈的话，反而让原本绝望的蔡衍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他立刻追问，先生打算何时离开？快则3、5天，慢则半个月，绝不会超过1个月。你答道，曹老板已经回老家摇人了，18路诸侯的大军马上就要杀过来了。那先生打算去往何处？他紧紧地盯着你，见你犹豫，便用上了激将法。若是先生不便明说，就当是小女子命该如此吧。说完，他转身就要走，满脸的失落。等等，你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还没完全想好，不过大概率会先去幽州。幽州吗？蔡衍停下脚步，心中瞬间明了，他能算到未来，他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唯一能避开战乱的地方，跟着他就是唯一的生路。一夜过去，蔡邕这位当代大儒，战斗力简直爆表。他通宵写就一篇万字檄文，痛斥河东魏家骗婚的无耻行径，从2家祖辈的交情写到魏家如今的不仁不义，骂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连魏家祖坟都快被他用笔给刨了。文章一出，瞬间传遍洛阳，舆论哗然，所有人都站在
在蔡邕这边口诛笔伐，魏家一夜之间声名狼藉，蔡衍的婚事就这么解决了。但你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你的强运值屁都没长一点，这说明蔡衍和蔡邕的死结还没真正解除。蔡邕那臭脾气，将来还是会为董卓陪葬。唯一的希望就在昨晚你和蔡衍的那番对话里。告别蔡府，你带着典韦直奔吕布的都亭侯府，府邸的牌匾已经换了新的，门口守卫森严，领头的是一员大将。先生来了。那将领见到你，立马恭敬行礼。你是末将高顺。是你。你点了点头，开门见山。你家侯爷怎么样了？回先生，侯爷他浑身酸痛，备受折磨，一直在求先生饶命。高顺答道。正说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在数百甲士的簇拥下疾驰而来，车门一开，董卓那肥硕的身躯滚了下来，一见到你，立刻躬身行了个大礼。先生前来为奉先治病，你们怎么敢让先生在门口站着？董卓对着高顺就是一顿臭骂，然后转头对你谄媚的笑道：先生，里面请。你也不客气，跟着董卓走进内院。才1-2天不见，床上的吕布已经瘦了一圈，眼窝深陷，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活像个鬼。他一见到你，像是见了救星，连滚带爬的就要下床。先生，吕布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求先生饶我一命。都亭侯，你没得罪我，只是不该偷听推演内容，遭了应有的后果而已。你淡淡的说道。对。董卓连忙打圆场。奉先啊，推演的内容是能随便听的吗？快把挂金给先生补上。先生您看这10两黄金够不够？你心里冷笑，不愧是董卓，出手就是阔绰。你没多废话，直接上前让他躺好。这所谓的并血，不过是你的一种咒术，华佗来了也治不好。解咒也很简单，你伸出手掌，对着吕布的头顶百会穴，连拍3下。吕布只感觉你的手掌搭在他天灵盖上，一股电流瞬间传遍全身，他吓得一动不敢动。他毫不怀疑，只要你五指发力，就能捏爆他的脑袋。第一掌冰冷刺骨，第2掌坚硬如铁，第3掌一股灼热的气浪猛然从你掌心爆发，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董卓和李儒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人能有的手段吗？你收回手掌。吕布蹭的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比之前还要生龙活虎。多谢先生，多谢义父。这一次吕布是彻底服了，看你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快备宴，我要重谢先生和义父。酒宴上你也不客气，直接开口。太师，今天我最多给你算7卦。太好了。董卓大喜过望，来人，去取3000金来，给先生当挂金。3000金铜用马车才拉得过来，你让典韦点收。然后看向董卓，想算什么？李儒替他开了口。先生，我家主公想问，最近可有祸事？后果马上就来了。你装模作样的掐算一番，大声道：曹操行刺不成，已经逃回老家，正在散尽家财招兵买马。我跟你们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有18路诸侯联手来讨伐你们。什么？董卓和李儒脸色大变。巧了，话音刚落，一个传令兵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报紧急军情。嚷嚷什么？没看我正跟先生谈话吗？董卓不耐烦的吼道。那士兵吓得一哆嗦，赶紧说：太师，陈留密报，袁绍正以天子名义召集了17路诸侯，要来讨伐您。董卓和李儒瞬间头皮发麻，看向你的眼神跟看神仙已经没什么两样了。那边刚开始摇人，你远在洛阳就已经知道了。先生，可有破解之法？董卓急忙问道。不对，你刚才不是说18路吗？还有1路是3个英雄豪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摇了摇头。太师，你的命难改啊！你真正的死结也不是因为他们，那是为何？色字头上一把刀。你看着他，笑得意味深长，还需要我说明白点吗？董卓一张老脸瞬间涨红，尴尬的能用脚趾抠出3室一厅。先生的意思是我以后要戒色？他试探着问。你点了点头，倒也不用全戒，但陌生的女人绝对不能再碰，否则大祸临头。你要是能做到，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要是真能管住下半身，不碰貂蝉，那这3国历史可就有得玩了。你心里盘算着，要是真救下了董卓，顺便再保住洛阳不被烧，那得奖励多少强运值。想到这，你都有点兴奋了。只听董卓一拍大腿，信誓旦旦地说道：传下去，今后但凡有陌生女子近身，一律拦下，有人送来，要么退回，要么直接驱离。哎，这就对了。你心头一喜，美人计这条路算是给他堵死了。强运值不是迟早的事。你在看董卓时，眼神里的羡慕总算收敛了一点。先生，你看这样可行？董卓眼巴巴地看着你，命令是命令，太师你管不管得住自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你撇了撇嘴，毫不客气，说得对。董卓猛地一拍大腿，冲着旁边吼道：文幽，以后天天提醒我，宫里我今晚就不去了。是主公。李儒躬身应下，紧接着这老狐狸眼珠一转，凑了上来，呵呵，先生，既然主公的忧虑已解，能不能也为我算一卦？你扫了他一眼，这家伙看着人模人样，心比谁都脏。你摆了摆手，不急，先让给别人。我看这位将军不错，挺猛的。你的目光越过董卓，落在他身后一个满脸胡茬的壮汉身上。先生知道我？那壮汉一步跨出，满脸都是中了彩票的惊喜。华雄将军果然勇武过人，你当然要秀一把，直接点破他的名字。审了。华雄激动地回头看了眼董卓，然后快步上前一抱拳：先生，求您帮我算算我的卦象如何？可惜了。你摇摇头，叹了口气，勇武过人，可惜寿数不长。你紧接着开口，语速极快：我问你，18路诸侯杀过来，你是不是第一个请战？当然，我为太师效力，就是要建功立业。华雄拍着胸脯，豪气冲天。好，到了泗水关，碰上江东猛虎孙坚，你会不会怕他名声？缩着不敢打。孙坚何足惧哉？华雄一脸不屑。行，那将来到了虎牢关，面对诸侯联军，你会不会上阵挑战？废话，我武艺天下第2，除了温侯，关外那帮人不过是些寻常兵将。最后一个问题，你盯着他的眼睛，要是碰上一个红脸长须，拿一把青龙偃月刀的将军，你怕不怕？董卓和李儒都听傻了，他们还是头一次见你算命问这么多话。两人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死死锁在华雄身上，被自家主公这么盯着，华雄当然不能怂，脖子一梗，怕？我为什么要怕？怕他胡子长吗？好吧，你懒得再多说，直接扭头对董卓下了结论：太师，照这么发展，华将军最多还有2-3个月好活，我看后事可以提前准备了。华雄瞬间炸了，拳头捏得咯咯响。武将嘛，脑子里长的都是肌肉，一点就着。董卓一个眼神扫过去，华雄的气焰立刻熄了，悻悻地退后一步。董卓赶忙向你行礼：先生莫怪，他就是个粗人。按先生所说，华将军将来，你直接一甩袖子，
府，打断了他的命。我已经问完了，他不信，还废什么话？我累了，今天到此为止。先生且慢，比如这老狐狸反应够快，一步拦在你面前，回头就冲华雄厉声喝道：华雄，木无先生，拖下去，打30鞭。董卓居然真的点头，让人把华雄拖了下去。李儒这才又转过头，满脸堆笑：先生，您看，务必再为在下算这一卦。看他这架势，你知道今天怕是躲不过去了。你要算什么？你看着他，烦请先生测算一下此物的来历。话音刚落，李儒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短刀，你眼神一明，心里门清，这不是曹老板用来捅董卓的那把七星宝刀吗？七星宝刀还用问我？你淡淡回应，心里却在飞速盘算，要不要告诉他真相？告诉他，王允就死定了。不过王允那老家伙，你也没啥好感，除董卓是好事，可他掌权后瞎搞，直接加速了大汉的灭亡。这种人死了也不冤。可问题是，他现在不能死，他死了，你个貂蝉先生果然神机妙算。李儒眼中金光一闪，紧追不放。在下试问，这把刀从何而来？看他那眼神，你明白了，这家伙不好糊弄，8成是已经猜到了什么。有了，你略一沉吟，伸手就把刀抓了过来，推算一件死物的来历，这还是头一遭，你这可是难住我了。不如这样，刀先放我这，我回去仔细推算，明天给你们答案。好，李儒立刻点头，也亏得他们现在对你信得死死的。你拿着刀没回客栈，当晚你就带着典韦直接摸到了一个地方，司徒府，王允的家。你当然是来找王允的。一路上你再三确认没人跟踪，才让典韦上去砸门。何人？一个老管家探出头，通报一声，先生来了。典韦瓮声瓮气的开口，先生？什么先生？您稍等。老管家一溜烟跑了回去，片刻之后，当朝司徒王允迈着碎步，几乎是小跑着迎了出来。可是李先生，王允看清你的脸，立刻上前，哎呀，稀客，先生快请，里面请。进了大堂，你扫了一眼，就2个字，阔气。李蔡邕那破落户的家，奢华了不止一个档次。不知先生深夜到访，有何见教？王允坐定后，开门见山，你直接丢下一个炸弹，司徒大人可知大祸临头了？王允大惊失色，你现在的名头在洛阳城里可是响当当的，连吕布都在你手上。他不敢不信，还请先生指点迷津。王允说着，一挥手，一个仆人立马端上一盘马蹄金，10斤，算是一笔巨款了。你让典韦收下。然后慢悠悠的开口，司徒为何不请我到后堂一叙？王允当场就愣住了，神了，他怎么知道我家后堂还有密室？他连忙把你带进密室，关上门就躬身行礼，先生真是神人，我这密室除了我，也就曹操、曹孟德知道，是吗？你直接打断他，先生，这你也知道。王允彻底语无伦次了，你没回答，只是从袖子里缓缓掏出了那把刀。王允吓得魂飞魄散，紧接着你一步步走到墙边，找到暗格，将七星宝刀稳稳地放了回去。这，王允又惊又恐，声音都在发颤，先生，这刀从何而来？今天我替董卓算卦，他那个叫李儒的谋士拿出了这把刀。你淡淡地陈述着事实，先生，救命啊！王允再也撑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你面前，一把老骨头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他知道你既然拿着刀亲自来，而不是董卓的大军来抄家，就说明还有一线生机。王司徒，你是大汉的忠臣，你突然开口，是。王允点头如捣蒜，不过却也是大汉的祸害。你话锋一转，王允懵了，这他可不认。不信，你冷笑一声，你那点挂金，我就给你算了，你日后确实能设计除掉董卓，青史留名。王允一听，脸上刚露出喜色，你的下一句话就让他的笑容瞬间凝固。但之后你独揽大权，昏聩无能，滥杀忠良，还要赶尽杀绝西凉军，结果逼反了他们，导致京城被破，天子流离失所，大汉最后一点气数全被你亲手断送了。你说你是不是大汉的祸害？砰！王允一屁股瘫坐在地，冷汗浸透了后背，因为他知道你说的全是他会干出来的事。一瞬间，他仿佛老了10岁。你的命运我来改，你把他扶起来。七星刀的事我可以帮你瞒过去，但我要你给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王允抓住了救命稻草。你府上一个叫貂蝉的女子。王允愣住了，要人？一个女人？他纳闷道，先生不是开玩笑吧？一个女子值得您为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在他看来，一个女人根本不值这个价。也是，你笑了，那就再加3000根原木。王允听了松了口气，3000根木头小意思，看他那凡尔赛的样子，你要加码那就5000根，外加300个工匠，1000斤铁，再在城里给我租个3进的大院子，够了没？够了。王允的脸瞬间垮了，像是被人火剐了一层肉，心疼的直抽抽。这算下来没10万钱根本搞不定，那就静候佳音了。你起身准备走，王允赶紧把你送到大堂，立刻对下人喊道，去把后院那个叫貂蝉的歌姬叫来，拜见先生。不一会儿人带来了，你就是貂蝉？王允问。抬起头来，他一抬头，天啊，昏暗的大堂仿佛瞬间亮了几分，那张脸简直美得不像话。王允自己都看傻了，心里那叫一个悔啊！早知道这丫头这么老子就不还价了，白白多花了10万钱。王司徒想反悔，你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规矩在上，你可想做吕布第2？不敢。王允一个机灵，连忙对貂蝉说道，从今往后你就跟着先生了，要忠心护主，明白吗？是，父亲。貂蝉轻声应道。诺。貂蝉应了一声，转身就要去收拾东西。你突然想起来，差点忘了薅羊毛。等等，你叫住他，你且过来，我给你算一卦，别人无所谓，自己人能薅必须薅。谢先生。你看着他，开口道，你命途多舛，半生颠沛，过往际遇多有波折，晚景孤苦，这是你用勘破之术看到的真实未来，令人唏嘘。算完，你伸出手，50文挂钱，现在跟我走，我便改变你的命运，你可愿意？谁不想改变这种命运？貂蝉当然愿意，但他一双桃花眼直勾勾的看着你，满脸无语，马上就要给你当牛做马了，结果还要倒贴50钱，还不快给钱？王允在一旁急了，先生的规矩不懂吗？不给钱要遭反噬的。王允这下是彻底放心了，命格与旁人相冲，还一生流离，这美人白送他都不要了，他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等貂蝉收拾好东西，王允还假惺惺的给了他10斤做盘缠。你当然知道，这钱最后还是到你口袋里。离开司徒府，你带着典韦和貂蝉回客栈，路上巡夜的西凉军一看到你算命的番子，躲得比兔子还
还快，看到了吗？先生身边那女子跟仙女似的，闭嘴，不要命了！温侯的下场忘了。士兵们的议论让貂蝉水灵灵的大眼睛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偷看。店家再开一个房间，好嘞。结果你刚安排完，就发现貂蝉泪眼汪汪的看着你，委屈的不行。你一愣，哭什么？主人为何不要貂蝉侍寝啊？这个你一下给整不会了，怎么还有主动要求的？你干咳一声，谁说跟了主人就一定要侍寝的？莫非那王司徒不是？貂蝉连忙解释，女官教过，若主人家不要我们侍寝，那说明是不喜欢我们。嗨，虚惊一场。不过让他侍寝，这谁顶得住啊？你正要答应，旁边的典韦突然肚子一阵不适，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你干嘛？打雷呢？你瞪着他。公。我好像吃坏肚子了。典韦一脸无辜，王司徒家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吃了8大碗，还不快去！你哭笑不得的把他赶走。你也冷静了下来。算了，没有情义的相伴，不过是敷衍了事。谁告诉你跟了我是让你做奴婢的？你冲貂蝉笑了笑，转身进了院子。店家正在院子里摇头叹气。客官，楼上那2个客人都走了，您要哪一间？都走了。你问？是啊，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时店家却捧着一把铜钱凑到你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先生，求您给我算一卦吧，我就这点钱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你把他扶起来。看着这个老实的庄稼汉，心念一动，看你为人本分，这卦就算了。你缓缓开口。我送你一门生意，你干不干？什么生意？店家眼睛一亮，你吐出3个字：卖黄桶。卖桶。店家傻了，你微微一笑，看着他，仿佛看着未来的洛阳首富。别小看这生意，很快整个洛阳城家家户户都要抢着买大木桶，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你叫牛老三对吧？店家浑身一震，他来洛阳这么久，所有人都叫他店家，几乎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先生果然是神人，还需要考虑吗？先生，我牛老三愿意。先生这个名字从牛老三嘴里说出来，你听着心里没什么波澜，乱世而已，一个称呼。你只是点点头，没多废话，直接进了院子。貂蝉就跟在你身后，那双漂亮的眼睛死死盯着你的背影，全是搞不懂的神色。不让他为奴为婢，那他能干什么？他想不通，一步没留神，额头砰的一声撞在你宽厚的背上。他一声惊呼，不是因为疼，是吓的。你猛地转身，2个人瞬间贴得极近。你看到他眼里的慌乱，下意识地问：没事吧？你指了指对面的房间，你的房间在那边。貂蝉彻底懵了，没打他，也没骂他，反而在关心他。从小到大，哪怕在王云府上，他也只是个随时可以被送人的物件，哪有过这种待遇？他待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事就早点休息，晚安。你看着他愣神的样子，感觉有点累，说完就转身回房，关门，动作一气呵成。然后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睡觉。这鬼地方没手机没网，不睡觉能干嘛？门外，貂蝉站了很久，手抬起又放下，好几次想敲门，最终还是转身走了。回到房间，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新主人好奇怪。与此同时，这一夜典韦可就没那么好运了。司徒府的好东西吃得太猛，他几乎是在茅厕里过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你看见他时吓了一跳，一夜不见，怎么成国宝了？你盯着他那对硕大的黑眼圈，震惊了。典韦一脸菜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走，再去司徒府一趟。你直接下令。典韦的脸瞬间垮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了，主公真不去了。你看着他那副要死的样子，也懒得为难他。沉吟道：也是，没必要自己去。于是你对典韦吩咐，你让牛老三派个伙计去司徒府，报我的名号，告诉王允，作坊地址不用选了，让他把所有原木都送到这儿来。好，典韦大喜过望，如蒙大赦，再让他去司徒府。他感觉自己会死在那张饭桌上。牛老三很快被叫了过来，对你躬身行礼。先生，人已经派去了，还有什么吩咐？你把一面旗子丢给他，去把这个挂在客栈门口，招牌也给我下了，就跟外面的人说，本先生大发慈悲，免费为黎民百姓算卦，不准不要钱，免费。这年头，免费的东西就是最大的杀气，更何况是你这位先生亲自冲啊！果不其然，消息一出，客栈瞬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人多的都快站到天井里去了。典韦让他们排队，你吩咐一声，自己则悠哉地坐在房里。屏风后，貂蝉正安静地为你料理着香炉。典韦往门口一站，那近1.9米的身高跟堵墙似的，他扯着嗓子一声大吼：都挤什么挤？先生说了，要算命就排队，一个一个来，站成一条线。人群中有几个穿着华丽，明显是想浑水摸鱼的富家子弟排在了最前面。第一个进去的是个如是打扮的家伙，但下一秒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典韦像拎小鸡一样从房间里丢了出来，摔了个狗吃屎。先生说了是为黎民百姓算命，你也配？出去！典韦那声暴喝，震得所有人耳朵嗡嗡响。人群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和叫吼。出去吧，还想冒充我们？先生明察秋毫，能认不出你？哈哈，想不到我们这些贱民的身份，今天倒成了金字招牌了。这一刻，那些老百姓第一次感觉黎民百姓这个身份竟然如此高贵。往日里他们是贱民，现在那些高高在上的贵公子反而要冒充他们了。典韦那句你也配，简直喊出了他们的心声，太痛快了。队伍里其他几个心怀鬼胎的权贵看到这一幕，脸都白了，一声不吭的从队伍里溜走。开玩笑，这位先生连董太师和吕布都敢硬刚，他们算得了什么？谁敢在这儿找不痛快？算卦正式开始。第一个老百姓走进房间，紧张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张三，你淡淡开口，先生，正是小人。那人吓得直接跪了下去。你平日里常有小偷小摸之举，可是很快就要惹上麻烦。你一句话让张三魂飞魄散。他偷鸡的事做得极为隐秘，连他老婆都不知道。先生怎么会知道？先生神算，我错了，求先生指条明路。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张三磕头如捣蒜，嚎啕大哭。你对外宣称这段时间只接待黎民百姓，那些想花钱算卦的达官贵人全被典韦一句先生没空给挡了回去，碰了一鼻子灰。房间里，你看着跪在地上的张三，声音平缓：我不是官差，不抓你，你的错并非不可饶恕。接着你话锋一转，
来。3日后来此地排队买一个大黄桶，记住回去后必须将桶装满水，无论是河水还是雨水，绝不能空着。关键时刻，这桶水能救你全家性命。记住，此事若泄露半句，后果自负，谁也帮不了你。小人记住了，谢先生，谢先生。张三连滚带爬的出去，你看着他的背影，自顾自的呢喃。他家徒四壁，一间破屋，一个桶够了。然后你喊道：下一个。李四，是你身为长子，却不赡养老母，可知大祸临头了？不出1个月，必家破人亡。先生救我！李四吓得屁滚尿流。3日之后来此地排队购买4个大黄桶。就这样，一天下来，你说的最多的台词就是让人来买大黄桶，并且每个人都被你下了封口令。预售出去的木桶足足有3000多个。王允的动作也很快，300名工匠当天就位，500根原木直接送到。你让铁匠打制铁箍加固，大大提升了效率。但即便如此，到第2天日落，也只敢制出500个。第3天，这500个桶瞬间被百姓抢购一空。牛老三一个桶抽成10文，一天就赚了5000文，比他开客栈1个月赚的还多，嘴巴都快笑歪了。洛阳街头开始出现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无数汉子嘿嘿笑着滚着一个巨大的木桶回家，然后一担一担的往里挑水。这事自然也传到了董卓耳朵里，但现在的董卓还没被18路诸侯逼到要火烧洛阳的地步，烧了这千年古都，他还舍不得呢。不过该有的警惕还是有的。第5天晚上，李儒来了，先生为百姓谋福，太师甚是感念，5日未见先生，特让在下前来探望。李儒风度翩翩，客套话说的滴水不漏，你累了一天，懒得跟他绕圈子，直接打断他。太师还有话要问。李儒眼中金光一闪，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太师最关心的还是那把7星宝刀的来历，又是这破刀，你心里早有准备，直接把锅甩了出去。这刀是司徒王允府上的。王允，李儒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起来。正在这时，远在另一边，正为你的木头四处奔走的王允，突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又眼皮狂跳，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客栈房间里，你看着李儒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气，立刻补充道：不过我已经查过了，王司徒承认刀是他的，但前段时间宴客时被人偷了，我凭现场气息推算到了一个人。谁？李儒追问。似笑非笑，先生莫不是要说是曹操偷的？不是。你摇摇头，是五福偷的。五福？李儒皱眉，他行刺太师时已经被杀了，既然是他偷的，为何当时不用这把刀？这就是曹操厉害的地方了。你掰着手指头开始你的表演。五福偷刀是曹操怂恿的，他刺杀太师也是曹操激的，而曹孟德他……我知道了。你话还没说完，李儒猛地一拍大腿，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眼神里全是后怕。这曹孟德好深的心机，他故意让五福用匕首行刺，吸引我等的注意，让我们以为刺客不过如此，然后他再假意归顺，骗取太师信源，在我们最松懈的时候用宝刀行致命一击。此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我必须马上禀报太师。你看着李儒，这家伙自己就把所有逻辑都补全了，甚至比你原本想的还要阴险。你什么都没说，锅曹操就被稳了。先生告辞。李儒一拱手，急匆匆的走了。看着他的背影，你无奈的笑了。你真的什么都没说啊？这可真是个小机灵鬼。转眼算卦又持续了几天，这天队伍里却来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杜秀娘。你看着眼前这个风韵犹存的妇人，愣住了。她怎么会来？先生，妾身是来算卦的。杜秀娘声音悲凉，眼神里带着一丝绝望。我现在只为黎民百姓算命，你是秦一路的妻子，请回吧。你不想沾惹他和吕布之间的因果，免得影响自己的强运。先生请看。杜秀娘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举过头顶，一脸决绝。这是秦一路的休书。休书？你又是一愣。先生一句话，他就把我休了。先生断我前程，天下之大，除了先生，再无我容身之处。今日先生若不收留，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别，你急了，怎么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但你心里清楚，你说他未来会给秦一路带来变故，这名声传出去，谁还敢要他？他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在用命逼你。外面的百姓听到动静，也开始议论纷纷。先生，收下他吧，也是个可怜人。是啊，留下来端茶倒水也好啊。群众都开始给你施压了。你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屏风，正对上貂蝉那双含着泪光的眼睛。靠，他也被感动了。罢了，你留下吧。你叹了口气。杜秀娘闻言，泣不成声地跪下拜谢。而就在这时，更离谱的一幕出现了。秦一路居然从人群里挤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一份礼物，冲进来就给你跪下了。先生大恩大德，这是谢薄礼，恭贺先生喜得美婢，还请先生务必收下。这操作直接把你都看懵了。妻子另寻依靠，自己还提着礼物来道贺，你只能感慨这古人的心胸真是让人难以理解。秦一路还一个劲的感谢你，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烦躁的一挥手，让他滚了。下一秒，你的脑子里炸开了锅，系统提示音疯狂刷屏。宿主为秦一路算卦，使其命数巨变，获得200强运值；吕布命数大变，获得100强运值；杜秀娘命运巨变，获得200强运值；曹操命数大变，获得100强运值。这还没完，秦朗、曹林、曹衮、魏金香公主4人命数抹除，宿主获得此4人所有强运点数，共计1960点。天啊，你险些惊的失声。这4个都是杜秀娘未来的子女，如今她跟在你身边，这4人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写，而他们对应的强运值全都归你所有。你瞬间悟了，你眼神下意识地扫过杜秀娘那绰约的身姿，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你脑中成型。洛阳市了，必须马上去一趟冀州。据说甄家有4姐妹，这要是都能提前规避风险。你露出一丝深邃的笑容，对着门外喊道：典韦，下一位。就这样10天过去了。这期间，董卓的女婿牛辅从外地回来，带了一车美女给董卓邀功，结果董卓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所有美女全部退回。董卓真的戒色了。消息传开，洛阳震动，你的强运值又迎来了一波暴涨，足足1000点。唯独吕布的命数系统一直没有提示变化，你有些纳闷，难道他将来还是会杀了董卓？你暂时想不明白。算卦结束后，王允又找上门来，一见面就给你跪下了。先生，老臣奉陛下密令，恳请先生入宫为陛下一算。刘协，那位身不由己的天子，你心里盘算了一下，给刘协算命改变不了任何事，反而可能引起董卓的猜忌，得不偿失。于是你直接回绝。王司徒，你连自己的命数都改不了，何况是当今皇上？我与皇上缘分未到，请回吧。打发了王允，你立刻让典韦备车。17路诸侯已经快到虎牢关了。
了，大戏即将开场，此地不宜久留。你带着貂蝉和杜秀娘，还有这些天赚来的大笔钱财，准备跑路。然而临走前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当晚，你让典韦赶着马车停在了蔡府门前，府内蔡邕正拉着女儿蔡琰的手，脸上满是决绝。着急，为父心意已决，你走，追随先生，躲避战乱。为父不能走，人生在世，身为汉臣，总有些事是必须做的。李烨就这么骑着马，和典韦一前一后，领着3辆马车，慢悠悠地出了虎牢关。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几十万人的战场死一般寂静，而你就是这片死寂中唯一的活物。这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的目光都像磁石一样吸了过来。与此同时，虎牢关上，董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心全是汗。先生他，17路反贼不会把他怎么样的，这可是他未来的孙女婿，自家人。他身边的吕布，方天画戟握得咯咯作响，猛地请命：义父，我愿带3000铁骑杀出去护送先生。奉先我，你可想清楚了，那可是几十万大军，你这是去送死啊！吕布脖子一梗，喉得声带都快撕裂了，就算死，我也要护住先生周全。好，点兵，随时听我号令。董卓大手一挥，下了决心。另一头，诸侯大营里，报一个探子连滚带爬的冲进大帐，声音都喊劈了。启禀盟主，虎牢关出来了，2骑3车。袁绍从帅位上探出身子，什么2骑3车？没带兵马，一个兵都没有，难道是董卓老贼怕了，派人来求和？袁绍看向左右，他身边袁术一脸不屑，曹操却眼神一凝，像只盯住猎物的鹰。曹操冲那探子喝道：来的是谁？看清长相没？不认得。领头的是个17、18岁的年轻人，身边跟了个铁塔似的壮汉，都没穿盔甲。哦对了，那壮汉手里没拿兵器，就举着一面旗。什么旗？探子答不上来了，他也不识字。本初我亲自去看看。曹操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了。两军交战，不带兵器就敢闯阵，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人。曹操催马赶到阵前，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先生，眼看你离得只有100步之遥，两边的士兵正要上前包围，曹操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喝：全都给我退下！谁敢冒犯先生，军法处置！士兵们都懵了，面面相觑。下一秒，更让他们眼珠子掉地上的事情发生了。曹操当着两军几十万人的面，翻身下马，几步冲到你面前，单膝跪地，拱手大拜：先生，真的是您，我是曹操啊！多谢您上次的指点大恩。你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淡淡的开了口：曹孟德，我们又见面了。你挥了挥手，示意他起来。可曹操却激动的跟什么似的，直接抢上前，亲自为你牵起了马缰。这一幕让虎牢关上的吕布看傻了，这也行，不愧是先生。曹孟德这枭雄，见面就跪。董卓也喃喃自语：先生还认识曹孟德？诸侯大营那边，袁绍彻底坐不住了。曹操是什么人，他太清楚了，能让他在万军阵前下跪牵马的，这人到底什么来头？袁绍带着一群诸侯涌出大营。孟德，这位是……曹操一脸激动的介绍：本初，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位先生，洛阳城里先生李烨的大名，你难道没听说？袁绍的叔父袁伟还在洛阳，他当然听过消息。这一听，他整个人都镇住了。下一刻，他也连忙上前拱手：原来您就是那位铁口直断、洞察世事的先生。失敬失敬，先生快请。可偏偏总有不长眼的。袁术，袁绍的亲弟弟，从小就傲慢到骨子里，看谁都像看垃圾。他看着你这没穿官服、没披盔甲的白身，竟然接连受了曹操和袁绍的大礼，心里那股邪火蹭一下就上来了。他冷哼一声，指着你身后的马车：且慢，一个算命的，搞这么大阵仗，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公路，住口！公路不可放肆！袁绍和曹操脸都白了，连忙呵斥，但袁术不管，他就是要找茬，就是要让你下不来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收场。然而你只是翻身下马，从典韦手里接过旗子，放声大笑：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家中枯骨啊！你一开口就是他最忌讳的外号。袁术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紧接着一声断喝，声音如同炸雷：袁术，你拦我的车，知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你还有闲心在这儿耀武扬威？回去想想怎么跟江东猛虎孙坚交代吧！你断了他的粮草，害他折了大将祖帽，他此刻定然对你满腔怒火。话音刚落，袁术的脸色从涨红变成了惨白。巧的是，就在这时，一个手下飞奔到他耳边，急促地说了几句。袁术浑身一抖，失声问道：当真？千真万确。孙坚已经带兵闯进我们大营了。走！袁术苍皇失措，掉头带着人匆匆离去，样子狼狈不堪。剩下的人面面相觑，最后所有人的目光带着震惊、敬畏，甚至恐惧，死死地落在了你身上。神人啊！刚从虎牢关出来，他怎么可能知道孙坚去找袁术麻烦了？未卜先知，这是真正的未卜先知啊！大帐之内，你被请到了袁术空出来的上座。袁绍对你一一到底，态度恭敬到了极点。多谢先生指点，希望公路还来得及。听闻先生算卦需钱财，这里是300金，替公路付了。另有300金，想请先生为我诸侯大军预测前程。你轻笑一声，端起茶杯，几十万大军的未来就值这点。来人，再取500金。袁绍毫不犹豫。曹操也笑道：我等也各出100金。转眼间，2000金堆在了你面前，金灿灿的光芒晃得典韦眼睛都直了。你放下茶杯，只说了一句话：诸侯大军攻破虎牢，只在当下。12个字，2000金。偏偏袁绍他们听了，还一个个喜形于色。好，来人，拿酒来。袁绍大喜。且慢，曹操却冷静一些，他拱手问道：先生，虎牢关有董卓重兵，更有吕布这天下无敌的猛将，恐怕……你嘴角一撇，冷笑道：谁说吕布天下无敌的？袁绍立刻埋怨曹操：孟德，先生在此，你还怕他一个吕布？先生在洛阳，动动嘴皮子就能要了吕布的命。曹操却不苟同，先生乃是方外之人，岂能亲自上阵？试问这天下，谁又驱使得了先生？所有人的目光又看向了你，你摇了摇头：吕布没得罪我，我也没理由出手。不过你话锋一转，笑道：要击败吕布，英雄现场不就有吗？就在这时，关外鼓声大作，报吕布出关挑战。袁绍起身高喝：哪位英雄敢去战吕布？话音未落，一将冲出，马上士兵回报，战不3合，被吕布斩了。又一将冲出，不到2分钟，士兵又冲进来，只1合，又被斩了。大帐内气氛瞬
瞬间凝固。这时，白袍将军公孙瓒亲自出马，趁着这个空档，曹操急忙向你请教，先生还望告知对策。我只算命，不当谋士。你笑了笑，目光却越过众人，落在了角落里3个不起眼的人身上。曹操顺着你的目光看去，立刻心领神会，主动引荐。玄德，快带你2位兄弟过来拜见先生。刘备、关羽、张飞3人上前，你开口道，铁口直断，算卦吗？一人50文。刘备恭敬地奉上前，敢问先生，我大汉气数如何？气数未尽。你深深看了他一眼，你我缘分不浅，日后还有相见之日。接着，关羽上前，我能斩吕布吗？不能。你没等张飞开口，就直接看向他，笑道，你的问题和你二哥一样，对不对？张飞眼睛瞪得像铜铃，你怎么知道我二哥的名字？曹操连忙在一旁帮腔，翼德先生无所不知。你哈哈一笑，声音传遍整个大帐，如同惊雷，要破吕布。我已经知道了，翼德，你先上，50回合内不会败，然后云长再上，最后玄德也上，3营战吕布。此战可让你们兄弟3人一战成名。去吧。话音刚落，公孙瓒狼狈不堪的败退回来，大口喘着气，吕布那厮永不可挡，我不是对手。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张飞兴奋的哇哇大叫，提着丈八蛇矛就冲了出去。3姓家奴休走，阉人张飞在此。公孙瓒直接看懵了，战场上一切都如你所言，张飞酣战50回合，不落下风。袁绍大喜，先生神机妙算，三弟我来也。关羽拍马而出，2人合战30回合，吕布渐感吃力，二弟三弟为兄来也。刘备拔出双股剑，冲入战团，擂鼓，袁绍声嘶力竭的大吼，杀声震天，鼓声如雷。吕布以1敌3，终究是扛不住了，拨马败走。杀！诸侯大军趁势掩杀，如同潮水般涌向虎牢关。战局的走向被你一句话彻底改变，而你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你要让董卓败得更快，让他连焚烧洛阳的准备时间都没有。虎牢关上，董卓眼看大势已去，由吕布护着仓皇逃向洛阳。谋士李儒追上他，急道：主公，贼寇势大，不如迁都长安，暂避锋芒。迁都长安。李儒凑上前，压低声音，眼神狠厉：主公，迁都最大的阻碍是百官和百姓不从，不如一把火烧了洛阳。如此，无论天子百官还是黎民百姓，都只能跟我们去长安。好，董卓一听，这买卖划算，3个好处对1个坏处，干了。他当即下令，牛辅、李榷、郭汜等人焚烧皇宫，劫持天子百官西迁。同时，他对袁家恨之入骨，直接命人将袁伟满门抄斩，悬尸示众。一时间，千年帝都烈焰焚天，哭嚎遍地。城中，张三望着自家燃起的大火，瘫在地上嚎啕大哭。天哪，没活路了！他婆娘却一巴掌扇在他背上，骂道：哭什么哭，还不快来灭火！这么大的火怎么灭？你忘了先生让我们准备的大水桶吗？一句话点醒了张三。对啊，先生。他一跃而起，冲向后院。这一夜，洛阳城中除了无法扑救的皇宫，无数百姓在你的提前预警下保住了自己的家园。当大火被扑灭，张三、李四这些幸存者不约不同地朝着东方你离开地方向重重地跪了下去。先生，真神人也！所有人向东拜谢先生救命之恩。黑压压的人群朝着同一个方向拜了下去。当诸侯大军开进洛阳时，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家家户户都在冒烟，唯独皇宫化为一片焦土，无数百姓跪在街头，朝着东方叩拜。曹操找人一问，回来后神情无比复杂，对袁绍大声道：本初这些百姓都在拜谢先生，若不是先生，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一座死城。先生真乃神人。袁绍也感慨万千，可曹操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本初，我刚才去找先生，想邀他一同进城，可先生他让我知会你一声。什么？先生说请本初节哀。袁绍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眼前一黑，直接从马背上栽了下去。本初，曹操大惊，连忙扶住他。这时有士兵来报，太傅袁伟及盟主家眷皆被董卓杀害，悬尸都门。董卓、袁绍行转过来，双目赤红，状若疯魔，推开曹操嘶吼道：传我将令，3军往西追击，不惜一切代价，我要董卓的人头。曹操却一把拉住他：本初不可冒进，董卓虽败，但主力未损。他提出奇袭长安的计策，可袁绍在最初的暴怒后却诡异的冷静了下来。名望已经到手了，立威也做到了，现在带着一群各怀鬼胎的诸侯去跟董卓拼命，万一败了，之前的一切就都完了。他犹豫了。曹操见状，满腔热血化为冰凉，他失望地看着袁绍，拱手道：本初你不去，我去，我愿领本部兵马为天下除贼。说完，他毅然转身，带着自己的人马绝尘而去。袁绍看着他的背影，召集剩下的人一商议，果然没一个人愿意再打了。追击董卓之事就此作罢。此刻虎牢关上，你正享受着系统奖励刷屏的快感。丁，帮助张三逆天改命，强运值加4。丁，帮助李四。丁，宿主名望晋升为声名鹊起。这一波你狂揽5万强运值，一波肥。就在这时，一队兵马从关下经过，旗帜上一个大大的孙字，江东猛虎孙坚。他并不认识你，路过时甚至没多看你一眼，正好拿他试试你新获得的名望。你当即拿出那面熟悉的旗子，朗声开枪，趋吉避凶，洞察世事，铁口直断，能知祸福。马队戛然而止，孙坚勒住战马，一脸惊奇地看着你。虎牢关上摆摊算命，这人绝非凡品。他示意手下稍等，独自上前对你拱手道：在下孙文台，烦劳先生算上一卦。你眼皮都没抬，50文。孙坚爽快地付了钱，你这才问算什么？此行洛阳，不知是祸是福。你手指微动，片刻后缓缓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将军此行有福，而且福气不小。只是你话锋一转，此福寻常人消受不起，福满则溢，溢则为祸。孙坚闻言大笑，笑话，我孙文台顶天立地，有何福气是我消受不了的？你看着他，一字一句，轻轻地问道：天子之物，你消受得了吗？孙坚那张写满战功的脸上尽是不屑。天子之物，他哼了一声，语气像是要把这4个字嚼碎了吐在地上。那又怎样？天子的裤衩算不算？龙床上掉的头发算不算？他越说越起劲，大手一挥，难道我孙文台还能被一件东西给困住？笑话，真要是会引来祸端，我当场扔了就是。你听着，脸上挂着那种我看你表演的微笑。行，你说的都对，希望你别成为下一个真相官。将军能这么想，那命就保住了。你撂下这句话，派头十足的转身就走，连个背影都透着高深莫测。父亲，一匹白马凑了上来，上面是个
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孙权，他的眼睛还死死盯着你离去的方向，这人不是凡夫俗子，他说的话不能不当回事。孙坚没吭声，但明显把话听进去。然而到了洛阳，一切都跟你预料的分毫不差。孙坚被那帮各怀鬼胎的诸侯联军当傻子使，派去搜查烧成一片废墟的皇宫。可就在这片废墟里，一口井下，他的士兵捞上来一个金黄色的袋子，袋子打开的瞬间，地方玉印的光芒几乎亮瞎了所有人的眼。传国玉玺，孙坚的呼吸瞬间就粗重了。当他知道这玩意儿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时，贪婪的火焰在他眼中熊熊燃烧。他立刻把玉玺塞进了自己怀里。第二天一早，好戏开场了。盟主，我身体不舒服，先回长沙了。孙坚找到袁绍，开口就是一套标准说辞。袁绍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什么病啊？是不是得了传国玉玺病？孙坚脸色一僵，但立刻矢口否认。昨晚井里的东西呢？袁绍步步紧逼，你知道这事儿瞒不住了。果然，孙坚被人卖了。他扑通一声单膝跪地，指天发誓，我要是私藏玉玺，就死在乱箭之下。狠，是够狠。袁绍没证据，只能把告密的士兵叫上来对质。谁知孙坚猛地拔刀，寒光一闪，那个士兵的脑袋就滚到了地上。这种卖主求荣的小人，他的话你也信？孙坚杀气腾腾的环视一周，然后带着自己的人头也不回的走了。袁绍气得浑身发抖，却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与此同时，袁绍身后的袁术那双小眼睛死死盯着孙坚离开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大军一路狂奔，父亲孙权骑马追了上来，声音里带着焦急。虎牢关前那位先生的话，你忘了吗？天子之物会引来杀身之祸。闭嘴！孙策立刻呵斥。走！孙坚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速度更快了。可当他们赶到虎牢关时，所有人都傻眼了。李业就那么好整以暇的在关口摆着个挂摊，你身后典韦像座铁塔一样杵着，你没看他们，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自顾自地摇着一把骚包的羽扇，这副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压迫感。孙坚的马步慢了下来，最终缰绳被他死死勒住。不过片刻，这位江东猛虎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程普、黄盖这些沙场老将看得目瞪口呆。终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孙坚翻身下马，快步走到你面前，身子一矮，单膝跪地，先生神算，你说的天子之物我果然得到了。你这才懒洋洋地睁开眼，瞥了他一下。你问，那你按当初说的把他扔了？这孙坚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轻笑一声，一句话戳穿了他所有的伪装。传国玉玺到手容易，想扔可就难了。他怎么知道是传国玉玺？孙坚浑身一震，彻底懵了。还请先生为我父亲指点迷津。孙策反应最快，立刻跪在了孙坚旁边。你站起身，羽扇轻摇，目光扫过他们父子，慢悠悠地说道：你爹是不是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说要是私藏玉玺就死于万箭之下？先生，这你都知道？孙策下巴都快惊掉了。孙坚此刻只有一个感觉，自己在这位先生面前跟光着身子没区别。挂金，你笑眯眯地看着孙策，你爹那一卦算完了，他却不肯听劝，我便不再多言。倒是你可以推演一番前路，免得和你父亲一样，落得各身陨乱箭之下的结局。又是身陨乱箭之下，孙坚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孙策二话不说，直接摸出一锭金子，双手奉上。先生，究竟是谁要害我父亲？看着俯首帖耳的孙家父子，你心里冷笑。袁术，你这种中枯骨，看我怎么让你付出代价。谁规定先生不能记仇了？当初在诸侯大营，那家伙耀武扬威，还想搜你的车甲，这笔账你可记得清清楚楚。你缓缓开口，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害你父亲的人是荆州刘表，果然是刘表。孙坚咬牙切齿，他和刘表积怨已久，所以你一说，他立刻就信了。然而你话锋一转，不过刘表之所以知道玉玺在你手里，是袁术写信告诉他的，信上还说让刘表务必在路上截杀你父亲。孙策噌的一声拔出剑，双眼通红。韩当、程普、黄盖等人也齐刷刷拔剑，杀气冲天。我们现在就回去跟袁术拼了！孙策怒吼道。慢着！孙坚却异常冷静，他眼中寒光一闪，大丈夫报仇，10年不晚。我们不走荆州，改到淮南回江东，等我们整顿好兵马，再找他算账。你满意地点了点头，不上头，很聪明。将军高见，告辞。你转身欲走，先生留步。孙策和孙权兄弟俩再次跪下，孙坚也立刻反应过来，这是想把你这尊大神请回家当护身符啊！他连忙拜道：先生若不嫌弃，可与我们同去长沙小住，怕路上有变。你哈哈一笑，挥了挥手，不必了。孙将军的命数已经被我改了，短时间内或是不会上门。你敢这么说，是因为脑子里刚刚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孙坚命运已改变，孙策、孙权等人命运受到影响。恭喜宿主获得强运值2000点，赚翻了！你潇洒离去，留下孙家一群人对着你的背影发呆。能洞察世事，能扭转前路，此人莫非真是世外高人？孙坚喃喃自语，要是他能成我孙家的人，该多好啊！孙策一脸向往。这时，年幼的孙权眼睛一亮，凑到孙坚耳边，用只有他们父子俩能听到的声音说：父亲，先生如此年轻，相貌不凡，身边又没女人，想必尚未婚配，我们可以把妹妹许配给他呀！孙坚当场石化，他差点脱口而出：你妹妹才2岁啊！你当然不知道，自己刚走就被一个腹黑小屁孩给惦记上了，还给你安排了一门娃娃亲。就在此时，你迎面撞上了一支军队，3000白马，如雪覆盖大地，为首的正是公孙瓒、刘备、关羽、张飞跟在他身后。先生，公孙瓒一看到你，立马恭敬行礼，连一向高傲的关羽都主动低下了头。先生是不是又要给我大哥算命啊？张飞那个大嗓门嚷嚷起来，黑脸上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易得不得无礼。刘备连忙呵斥，你微微一笑，看向公孙瓒，将军这是要回幽州？是。公孙瓒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可你却扇子一摇，指了指身后的马车，我也要去幽州，听说河北有黑山军作乱，不知能否与将军同行，求个庇护。关中的浑水你暂时不想趟了。董卓、袁绍、曹操，你已经给他们的人生剧本里加了不少料，现在是时候找个地方看戏了。另一边，曹操正经历着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率领3000子弟兵追击董卓，本以为能一呼百应，结果那帮诸侯联军一个比一个怂，他被董卓的伏兵打得丢盔弃甲，3000兵马折损过半，狼狈逃回虎牢关。结果袁绍一见面，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孟德，我早说了董卓有埋伏，你不听，这下吃亏了吧？合着我曹操为国除贼，反倒成我的错了。你袁绍43功，深受国恩。
恩，结果眼睁睁看着董卓跑了，屁都不敢放一个。还有那个袁术，真让你说中了，就是个冢中哭骨。这一刻，曹操心中那团匡扶汉室的火焰，被这帮盟友的自私和虚伪浇得只剩一缕黑烟，他彻底黑化了。在袁绍为他举办的压惊宴上，曹操猛地灌下一大瓢酒，起身指着在座的所有人，破口大骂：庶子不足与谋！骂完，他推开上来打圆场的袁绍，带着残兵败将愤然离去。主公，你刚才骂得太狠，怕是得罪袁绍了。细致才在旁边担忧道：无妨。马背上的曹操醉意朦胧，眼神却清明的吓人。袁绍那人耳根子软，回头我写封信道个歉，送典礼，他就又把我当兄弟了。他顿了顿，真正关心的却是另一件事。先生呢？刚出关，好像跟公孙瓒一起走了。追！曹操一马当先，在官道上狂奔，一边挥手一边大喊：先生，先生留步！你这边！刘备立刻警惕起来，不可不防。公孙瓒的白马一从瞬间裂开阵势。曹孟德，你待如何？国归兄别误会。曹操脸上还带着酒后的潮红，他冲你一拱手，我想请先生随我前往东郡一行。你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直接开口追击董卓，败了。先生果然神算。曹操苦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块上好的美玉递给你。惭愧，我一心为国，奈何还望先生指点迷津。很上道，知道先付钱了。你收下美玉，却看都没看他，转身就走。在曹操不解的目光中，你的声音悠悠传来，像是在念一首悲凉的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厌行，势力使人争，四孩自相枪。淮南地称号，客喜于北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声名百一，念之断人肠。曹操愣在原地，这首诗里有关东联军的现在，更有让他毛骨悚然的未来。先生，好诗！他忍不住赞叹道。你差点笑出声，当着原作者的面念出他的诗，还被他当成世外高人一样夸赞，这感觉太奇妙了。孟德，言尽于此，咱们后会有期。你挥挥手，跟着公孙瓒的大军消失在路的尽头。曹操却还站在原地，反复咀嚼着那几句诗。淮南地称号，客喜于北方。他猛然惊醒，脸色煞白地对戏志才说：志才，先生是说我们这帮诸侯要自相残杀，甚至还有人要称帝？主公，戏志才的表情也凝重到了极点。中原要大乱了。